您写这个政治评论也大概是写了15、16年，对，所以你是从一开始你就在关注赵明福的案件，那没有想到过了16年，这件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朱玉叶引起社会的轰动，有一个大豆的儿子嘛，涉嫌强奸，后来他回国的时候啊，就马上被抓被提控。而这个案件呢，就是借着这个人民的声音、媒体的监督，最终还朱家一个公道为什么今天赵明福不能呢？而且赵明福呢是政党人士，而且是你们行动党的党员，并不是普通的人。今天你身为行动党的不能够为他呢洗刷这个冤情，我觉得这个是情何以堪的事情，真的是丢脸。社会运动者他们有提到说，赵明福案并不只是赵明福一个人，它也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在我们的扣留所里面，在我们的监狱里面枉死或者是受伤、被非法拘留的这些人的声音。你今天有权利了你更加应该善用你的权利呢去调查，还这个赵家一个清白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要来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就是如果你赶快现在来报名我们的财经首场投资论坛的话呢， Weibo Malaysia 要送出价值高达550令吉的投资奖励。是的，你只要参加论坛，然后在现场注册成为 Weibo 的新用户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2张价值25令吉的这个交易代金券，总值50令吉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只要入金500令吉就能够拿到价值100令吉的 NVIDIA 的股票咯。还有你存入5000令吉到 Weibo 的交易账户里呢，30天内你不要取出来啊，Weibo就会送你价值400令吉的 NVIDIA 股票奖励啊。等一下，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来参加我们的论坛，然后开户入金，就有机会拿到总共550令吉的奖励咯。你没有错啊，Isaac，增强投资知识，还能获得优质的股票奖励。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当天的专业讲者就包括了经济领域的专才潘建伟、黄锦荣和胡义山，还有投资专家庄清秀、黄祖汉及谭成伟。2025年财经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时间呢就在6月14号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地点就在 The Vertical Bangsa South， 门票只要50令吉，名额有限哦。财经首场投资论坛是由 Weibo Malaysia 荣誉赞助。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在今天的影片一开始的时候呢，要请大家要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在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的时候呢，点进来看，我相信你一定是关心赵明福的案件的朋友那么其实呢，去年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做过关于这个赵明福案这个案件的一个相关的专题。当时我们是请到了黄业华，也就是赵明福民主促进会的主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原本希望呢，在那一次的访问之后呢，我们可以不需要再讨论赵明福案了。我们都希望说赵明福案呢水落石出的一天但是不但没有水落石出，很遗憾的。又过了1年的时间呢，赵明福案现在很像是又增加了更多的疑虑。我们再重新来回顾这件事情2009年赵明福在反贪污委员会的大楼里面协助调查，然后呢，他坠楼死亡，震惊全国。那么，其实赵明福案最近的这个最新的发展呢，是在2025年5月22号的时候呢，检察署的一句 "No further action"。这段长达16年的调查呢，仿佛就要在此画下句点了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重点来探讨的一个问题然而现在社会大众对于整个真相未明还有责任归属到底是怎么样子？难道我们今天一句 No further action 就可以结束这整个赵明福案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律师周本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谈谈他对赵明福案这整个案件一直到今天的发展他的看法以及想法。我们先来欢迎周律师，欢迎你。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因为我其实在这个东方日报看到你针对这个赵明福案有写让我觉得非常打动我的这个文章与其说打动我，应该说是非常有共鸣啦所以今天特别请你来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因为您是职业律师嘛，所以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究竟到底是什么含义？这个字眼对于法律界人士是最熟悉不过的了
就是说一起的案件透过这个警方的调查了之后呢，我们都懂了哈，我们警方必须要立案调查之后呢，他会把相关的报告呈给检察署。在宪法里面呢，检察署呢是我国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要提控某些的嫌犯，就是在于他们的这个权利哈。肯定他们是看过了这个警察的这个调查报告了之后，他觉得是没有证据了哈。总检察署也是有发表文告所以他们说呢，很遗憾啊，他们也深表同情。他们说呢，这个是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呢，即使呢被提控的话呢，是不会赢。但是我就不同的看法了。我们在法律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有些证据呢，的确它并不是很明显的，我们也有一些间接的证据，也有一些案件呢，就是透过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而立罪的。所以呢，我的看法就是说，法官都已经很严明了哈，就是说呢，他可能他是不是自杀的？所以那些调查的人呢，就是很可疑了。所以呢，警方呢调查的方向应该是当初问赵明福的人士，他们是可疑的。OK， 只不过呢，警方的调查的方向是错误的，他是以非法禁库。所以从一开始这个调查的方向就已经错了，一步错，然后后面就步步错。对，所以呢，由此可见呢，后续的发展根本是无法立案的。我相信赵家人很难接受这个，大家都已经透过网络上面看到了，是，特别是赵明福他的家人他们控诉说，如果这个是一个达官显要的家人过世的话呢，这件事情的真相早就被揭露了对，你要知道他并不是普通人，他被调查的时候他是有政党背景的一般上呢，政党背景的人士，赵明福他那时候是行动党的一个助理我们都懂了哈，政府一直换这个政党轮替了之后呢，为什么到今天呢还不能够水落石出？这个让我们可以去思考到说，如果连有政党背景的人他的死因都没有办法被查出真相的话，那我们一般人该怎么办？所以一般人透过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司法进一步失去信心？其实好多人是大失所望更何况你在一个政府的机构里面死亡的案件，然后还牵扯出就是那些在监狱里面还没有被定罪的那些被扣留的，在里头死亡的人是更不计其数。那时候是周律师，你提到这一点，就让我想起说。因为前不久有这个 Solidarity with Teo Beng Hok， 就是个为赵明福来声援的这样子的一个晚会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我们看到有 activists， 他们就是社会运动者，他们有提到说，包括 NGO 也提到说，其实赵明福案并不只是赵明福一个人，是它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其实在我们的扣留所里面，在我们的监狱里面枉死或者是受伤或者是被非法拘留的这些人的声音。其实你身为这个职业律师，你自己观察马来西亚现在这一种我们所谓的说非法用刑的现象还是很普遍吗？肯定了，因为现在呢电子发达、科技发达的时代我觉得这类的事情会比较减少了。OK，比过去减少但是还是会发生，还是会发生，因为毕竟是人嘛，没有一个完美的执法的机构的，所以呢，立法和执法以及呢。就是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的法律的知识也要提高，而那些执法的对他自己的权利他们也要知道拿捏得清楚。是，我相信其实人民之所以希望可以换政府，可以政党轮替，就是希望说我们的政府在执法上面或者在各方面的改革可以越走越进步但是今天其实赵明福案他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或者是提醒着我们说，是不是要持续的去监督政府，要他们持续的改革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像民主行动党当年有很多次的他们来承诺说要还民福公道，但今天如果是用证据不足来结案的话，你会怎么样子来解读
读民主行动党他们最新的文告哦，他们也说他们也是希望说这个总检察长要来解释 NFA No Further Act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顾虑了，我们要知道今天的团结政府是怎么样形成的你都懂了哈，巫统还是老树盘根，所以他们虽然是他们的人数议员比较多，并不代表呢声音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对赵明福或者对其他的课题呢，一般上呢他们都保持沉默我们就是老百姓我们都可以知道所以他们在担心什么呢所以这些呢，虽然我是有观察啦，就是第一年要稳，对团结政府毕竟还蛮新的，而且这个结合呢也可能是同床异梦，所以第一年呢可能你必须要稳固这个政权了这个无可厚非。但是进入第二年你已经稳固了之后呢，所以有些课题，就例如这个赵明福事件我是觉得呢你必须要，虽然在法律而言呢，你当初的承诺是没有法律的约束力的但是毕竟你当初因为赵明福而上台而被人民委托了，所以你必须要尽力了还这个赵明福，为他伸冤是，但是到今天为止，很可惜的，我们还看到有些前党员替现在的行动党洗地了就是说因为有某些原因深层政府的关系啦没有证据啦，我们已经做了该做了等等之类的，这些对我而言这些都是借口都是话术。因为深层政府不做这个借口的话，其实很多的网民也都在疑问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有选举呢？为什么我们要委任你成为政府呢？那倒不如马来西亚就让深层政府去运作就好了，不是吗？深层政府它是一个政治的术语啦一些官员或者一些政府的公务员呢，他还是有一只隐形的手在操作，到底是谁呢？有一些就是学术界的说呢，这个其实是一种的阴谋论，因为太抽象虚无缥缈了，到底是谁在控制？反正我的看法就是说你今天有权利了你更加应该用你的权利，善用你的权利呢去调查更加应该呢还这个赵家一个清白就是把这个真相公开，而不是呢我有了权利就好像你没有权利一般你仅仅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您写这个政治评论也大概是写了15、16年，对，所以你是从一开始你就在关注赵明福的案件，那没有想到过了16年，这件事情还是没有获得一个，还没有水落石出。你自己一路走来，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就先提这个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朱玉叶。朱玉叶案件也是引起社会的轰动，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大豆的儿子嘛，涉嫌就是强奸这个后来被定罪了就是舆论民情的不满然后呢后来他回国的时候就马上被抓被提控，而这个案件呢就是借着这个人民的声音媒体的监督最终还朱家一个公道为什么今天赵明福不能呢这是我要抛出的问题的。而且赵明福呢他是政党人士，而且是你们行动党的党员，并不是普通的人。今天你身为行动党的老大老二老三，而且你是有权利的，你不能够为他呢洗刷这个冤情，我觉得这个是情何以堪的事情，真的是丢脸，非常丢脸，尴尬，心酸。全球资本正面对强烈乱流，你应该选择观望还是逆势出击呢？ BFM 财经首次投资论坛，贸易乱流，逆势而上，集合国内经济学者与投资专家，深入剖析2025年下半年全球经济走势，掌握美股与马股的布局关键。2025年6月14号早上8点，地点就在 Grand Summit Level M1 The Vertical， 门票只要188，报名链接就在节目简介中，现在就报名参加，一起逆势而上。
2025财经投资论坛是由 Webull Malaysia 荣誉赞助。律师，你会怎么看？就是现在除了赵明福案之外，在我们社会当中，还是普遍我们会听到有人被消失，然后有人可能对没有办法沉冤得雪。那这种事情其实出现在我们如果说在一个比较集权的国家，比如说北韩，或者说我们现在讲中国，可能他们会有这种被失踪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司空见惯。但是出现在马来西亚，一个我们号称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现在还有人无缘无故的就消失了，就不见了，没有踪迹。那其实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我是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社会还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个完美的哈，所以呢，当你说被消失或者被失踪哈，这个就例如有一名牧师也是被消失了好多年，现在在高庭还在审着还在审着，至少我们还可以呢有这个司法。我本身是职业律师啦我是保持一个观念，就是司法独立了，要不然司法不独立的话我很难做律师的。也就是说呢，司法呢它还有一定的独立性，要不然的话赵明福的这个民事法在民事案件的时候政府是败诉的政府要赔偿赵家60万，如果没记错的话如果司法不独立的话呢，我看这个呢民事案也无法成立，对不对各位？是又或者蒙古女郎的事情也是政府也是败诉在民事案，只是说呢在刑事方面呢，就因为民事是赔偿嘛，赔偿金多或者少，在刑事案就是牵涉到一条人命，那些凶手或者嫌犯他一定罪的话呢谋杀的话肯定是死刑现在已经废除了这个强制性死刑，就是坐牢30或者40年，必须要有人承担，所以涉及到个人的自由被约束、被监禁、被这个时候呢也许了我是觉得也有官官相护的这种的局面发生，他是不愿意他自己的人呢，自己的同胞或者自己想拥护的人、或者想保护的人，对受到这个司法的这个惩罚，对，是，所以也有这样子的可能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好，OK，那其实，在整个赵明福案最近又浮出台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邱光耀有超人的称号的邱光耀，他说他已经不是这个民主行动党的党员前党员是前党员他说其实他提出很多质疑啦，包括了像是刚才讲的这个深层政府的阻力啦，那其实也有很多人都出来警告说，这个赵明福案应该要告一段落了，不要再打悲情牌了，不要再挑起族群的情绪了。你会怎么看这些的说法是不是在模糊焦点呢？你认为？我是觉得一切都是推脱，这是很不负责任的第一，我们要知道刑事案是没有期限的，虽然它过了10年或甚至是20年，如果就是有关人士有心要去调查的话呢，我是相信呢是可以水落石出的你没有调查，不可能嫌犯他会在大庭广众说是我做的，他自己承认自己的罪行，不可能，一定要有启动一些机制去调查，只是他们愿不愿意去更深入的调查，还是呢他们是基于某一些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官官相护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愿意去调查。是周律师，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没有相关的一个法律去要求调查的过程要公开要透明化其实法律里面呢就是调查就是 IO 调查官必须要就是说如果有人报案的话他必须要汇报他调查的进度的
那他这个汇报调查进度其实就是一个公开一个透明嘛。那就是说有关人士，就好像我今天去报警，我说某某人打我OK， 所以呢他必须他如果立案的话，他必须去扣留这个有关人士，然后在14天如果没记错的话，14天之内或者是21天，他必须要告诉我到底这个人这个嫌犯怎么样了，有没有被提控上庭等等之类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民众有权知道的？有权知道之外，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挑战这个调查？比如说我们知道说这个调查你是公开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调查方向错了，我们可以去挑战吗？昨天不是赵明福的那个他家人呢他妹妹呢就说他们的律师了已经就劝告他放弃这个司法检讨了，我们叫做 judicial review， 他们也可以挑战，就是入禀高庭呢去挑战总检察署的，就是 no further action 的这个行为的是可以的，只是呢他们的律师团呢就说这个浪费时间，而且呢也不太乐观，即使就是你只是拖延这个水落石出真相的时间，所以他们就不打算，赵家就不打算进行这个司法检讨 judicial review。 是周律师，其实你自己看这个案件，你觉得到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机会是可以让这件事情再重启调查的呢？我是觉得媒体的力量还有人民的声音非常重要，要持续施压。好像之前我所说的朱玉叶的案件这般你引起这个民怨，民生沸腾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大家对这些团结政府是大失所望了，然后可能大家说选来选去都一样的以前对这个赵明福的确我们很有热情，也许经过了这么多少年那些人民呢是否那种的怒气，那些正义之声还存在吗？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呢就要看大家共同进退了，与赵家共同进退。就刚才就有些人说已经10多年过去了，应该要结束，所以有一些就已经意兴阑珊了如果真相要持续要水落石出的话呢，必须不断的施压，人民、非政府组织、各个团体这些环环相扣，就是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好，那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也趁今天这个机会来向您请教的，就是如果我们哪一天不幸的成为了赵明福，我们可能被有关当局、执法单位、警察逮捕、问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才不会发生类似像赵明福这种遗憾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必须要认识一些律师的朋友，这是非常现实的。如果你真的是被逮捕你说你有代表律师，你联络你的律师，这些呢在宪法下是保障你的权益的，而且呢有关的警察呢在宪法下他们也有责任说你可以呢有义务告诉你可以联络你的律师的。其实我也有听过有一些的案件，就是他联络律师，但是警方却没有给足够的时间让他联络律师，或者是会没收手机这样子的行为，让他没有办法联络家人这些都是我们很常听到的状况。所以就是说执法人员他也必须要加强他法律的知识，所以呢也就是说权利是在于你，所以呢也有一些滥权的可能性肯定是有的但是话说回来，警方呢的确也有一些时候呢是不允许联络你的家人或者去联络你的律师的，可能这些案件是比较就是他怕你呢透露会给家人或者律师去毁灭证据吗？毁灭证据， okay. 对，所以呢，这个必须要平衡了，所以要看你所涉及的是什么案件。好，
那其实你在你的这个文章当中有提到说，马华也应该为赵明福案来表态啊。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我是觉得这是关乎到人民的事情哈。OK， 马华也是代表华人的一个政党哈。我的看法很简单，行动党呢一直借用赵明福而上台了哈。今天马华呢，我是觉得如果他认为行动党做不了，与其你在那边争论一些不痛不痒的课题，对对对，这些真正就是关乎到人命的比较攸关人命的这些课题，我是觉得如果你马华呢可以出类拔萃，你做的我觉得的华社人民肯定对你改观的。要受到人民的委托，不管是马华也好，民政也好，任何的政党，其实都是要把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对，刚刚你有所说，我就看到民政就有发表文告他对赵明福的这个no further action 呢，他们就深感不满。他们的论述非常清楚但是我看不到马华发表任何的文告。是这个，我们其实也要去。不只是民主行动党，包括马华也好，民政也好，所有的政治人物，我们都要去敦促他们，要在我们在意的事情上面去进一步的进行探讨跟施压。最后，其实你今天还有什么要来补充的吗？对于这个赵明福案，我希望呢，在位的行动党这个有权利了，就是你已经成为了部长你必须发挥你的影响力不要让人民失望。就是说，针对赵明福的案件也好，或者其他的选前的承诺也好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监督，大家都一直呢在关心所以呢，要不然的话，下一届就岌岌可危了你们的地位。OK， 谢谢周律师。其实我相信呢，民主行动党的一纸文告可能是现在大家都还觉得是不够的，因为也有很多的批评说这一纸的文告很像在敷衍。那如何来再次回应大家认为你们在敷衍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呢？我觉得不止民主行动党，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可以来好好的思考。其实赵明福这个案件对于我们的意义是非常的深远的。如果没有真相浮出水面的一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不会，特别是赵家人，他们可能也都不会放弃的。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周律师来到节目当中。你对于今天的探讨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